川普这次来亚太没有来台湾呢？然后大家最担心说他跟习近平谈的时候会不会出卖台湾？当时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吗？川普要出卖台湾了。我说川普干什么出卖台湾呢？他出卖台湾换什么东西回来呢？就换了一个贸易协定吗？他明明记得中共没有上一次的贸易协定，中共没有遵守啊。美国这次借了安全跟这个原材料跟能源等等呢，把美日台韩呢基本打造成一个战争时期的准同盟关系的话呢，台湾应该好好用。那么也就是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被动的被人家玩啊什么等等，我们也认清楚自己的角色跟分量。我们的分量是可以叫牌的。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那一开始当然请大家也可以帮忙继续来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哦，因为我们已经即将迈入50万的大关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当然也感谢大家这几年来一直对我们持续的爱护支持哦。我们所有在主持的这些主持人，常有机会在不同场合会遇到我们的观众朋友碰面，会给我们打打气哦，给我们喊加油，甚至给我们一些提醒跟建议哦。其实感受非常好，真的有那一种大家一起在经营这个频道的感觉。那我常讲，事实上我们的观众也常常是网络线上的这些评论员哦，这些文字评论员有时候很多的建议哦，甚至去点出我们在整个评论当中的一些延伸的提醒哦，我觉得都非常好。看大家的留言，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享受哦。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有韬略天下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支持来订阅。基本上来讲，在整个方向的部分来说，透过英文去传递相关的世界，帮忙把这个中国相关的议题，我们做一下这个翻译，然后来做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转译的一些工作。我觉得特别是对于在海外的朋友来讲，我们认为更加重要，因为大家对于中国议题一旦一知半解，我觉得跟台湾一样，都容易会遇到或者是面临许多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相关系列的节目在我们频道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请大家都一并来爱护支持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今天要谈论什么呢？大家知道，在之前我们节目谈到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全国全世界都瞩目的讯息不过回过头，川普从10月25号风尘仆仆的从华盛顿展开是整个他在回任总统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亚洲行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活动。那你说很重磅，也不过就是5天的时间，跑遍了这个包含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所以大家对于这5天反而是我觉得可以好好来谈一下，因为我们过去谈到的是川习会整个在会谈的过程当中，特别台湾会非常的关注里面到底谈了什么。但其实我认为整个亚洲行都值得我们来好好检视一下。那当然要邀请的当然也是我们的重磅的评论员我们欢迎我们的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好来帮我们解析一下。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老师，我们刚刚大家除了习近平跟川普的会面之外，我觉得整个亚洲行这5天虽然是看来不长，但是我觉得这真的体力也要很好。老实讲，川普的年纪也不小了，要跨越这么长的时间时差，然后5天的时间到马来西亚、到这个日本、到韩国，然后再跟习近平来会面显然我觉得这过程当中他排的这么紧密又这么重要的来做这一趟的亚洲行，一定有一些值得我们来关注的一个题目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当然有人说主要当经济贸易还是主要的内容，但看来外交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关注。所以这里面当然大家谈到了包含贸易啦、稀土啦、关税啦，那有部分当然达成共识，有些部分来讲可能后续都还需要再持续来做一些观察。所以我想我可以请教一下老师，就川普这次如果概括来看，您觉得这趟亚洲行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关注，到底有哪些成果或有哪些意涵我们可以来特别注意？我觉得你刚刚有一句话讲得有道理，就是我们前面好像不管我们也好，或者说国际媒体也好好像最早的注意力都被川习会吸走了。当然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世界2大经济体这样发生对撞，然后他们互相这个你来我往的，
在他们里两往当中呢，就全世界的经贸活动都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当然非常关注，这也可以理解。所以你刚刚提到说它亚洲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部分？我后来回头想想还真的还不少哎。不过先回应你刚刚讲说他风尘仆仆跑了5天，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他行程排得很满；第二呢，他从头到尾呢没看他打瞌睡。有没有很重要？因为他打瞌睡，这第一个。因为通常我们这样飞会有时差，看起来他没有时差啊。他来亚洲之后好像都状态蛮好的。更惊人的是，他回去之后呢，好像很快就在什么他的什么 Truth 什么上面呢，就发Social Truth 上面就发消息了。然后大家都问说他什么时候睡的觉？那些阁员好像都还恢复的没有他快，所以没办法，有些人的基因就是这样，他不需要太多睡眠，他好像就这种人，所以这个令人佩服，令人羡慕。这一趟呢，他当然最主要就是开那个 APEC 会，在韩国庆州釜山开那个 APEC 会议。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其实安排了几个行程了。第一次先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然后开了那个东协峰会，然后再来开那会，然后再来当然比较关切，大家就觉得说啊，你跟那个中国大陆呢谈了什么东西？我们上回也谈过。所以除了中国大陆之外，我觉得它有4个地方值得谈。第一就是它跟日本的关系，然后我们上简单谈了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个值得再从另外角度再切入谈一下。第二就是跟南韩的关系，这个有个重大突破。第三呢是跟这个东南亚国协，我们叫东协，大陆叫东盟，那ASEAN呢，它有所推进。第4个是没有来也没见到的，甚至没谈到的台湾，但是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谈一下。那我很快先谈一下日本。日本我们上次谈过，就是他见到高市早苗，见到高市早苗的新首相不是重点。重点是跟日本的新首相呢，双方互相建立关系之后呢，强化而且推进了双方的战略互信合作。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重要。当然之前你就说啊，美日本来就是同盟，不是哦。各位注意看，几十年的美日同盟有高低起伏的。所谓高低起伏，就第一，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它有高低起伏；第二，随着两国的领导人的变化，然后对这问题的看法跟重视程度，它有高低变化。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的第2任，然后高市早苗上来，川普对他态度跟对石破茂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都看出来了。不是因为高市是有女士，而是因为是高市的政治立场跟政治路线比较更贴近这个川普所喜欢的安倍晋三，我觉得这点是很关键的。所以见到高市之后呢，双方非常合拍，然后强化了这个战略互信的合作，然后也签了一个关键的这个矿物合作，在我们等会儿谈。高市跟川普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呢，是共同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上回呢，美国跟这个日本的领袖呢上的是日本的船加贺号，那这次呢是美国总统邀请日本的首相呢上他们的航空母舰，而且在那边演讲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说的象征性的行动，在国际政治上面象征性非常关键，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们这两边如果连象征性都做不到，那别的不用谈了。那如果象征性底下还有实质东西的话，那就非比寻常。而日本自己就这样，所以除了象征性活动之外，双方签署了稀土跟战略矿物供应链的协定，那就确保说美日呢在关键时刻，不管是平时跟战时呢，对于这些稀土也好，或者关键性的这些战略物资也好呢，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除了这之外呢，当然川普一直在鼓吹说啊，你们这些我们的盟国，美国的盟国，你们得加强你们的防务啊。那高市讲的也非常爽利啊，他说我们是这个印太区的重要伙伴，我们是安全的这个基础什么等等。然后呢，我把那国防的经费预算呢提升到 GDP 的2.5%，当然离一般所期望的5%呢还有一半的距离，但是你一下跳这么多也不错。那这往后呢，看你怎么表现。当然这提升之外呢，日本想说，那我要给你买巡航导弹，跟买这个反飞弹系统什么等等。对川普来说，能够做成大生意总是高兴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大概他很高兴。所以川普说，
日本呢是我们美国呢在印太防线的重要支柱。他说，哎，在这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他说，美日同盟呢将更具有攻击性防御的性质。攻击性防御啊，过去美日安保没有讲过这种话，美日安保一向是防御啊，因为在这个60年代初签的时候，那完全是防御的，不用讲了。到了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了2000年以后，这个美日安保不断的提升呢，他们都是这样讲的。因为当时美日安保提升，中国反应非常强烈，就出来批评。美国跟日本的同步回答，第一呢，我们是防守型，不是进攻型。那第二呢是区域型，不是全球型。然后第三呢，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你要跳讲那是你的事情，我没有针对你。那中共无话可说。这一次呢，川普讲说是一个防御型，这次川普讲的是攻击型的防御，这话呢已经超过以前界限，所以我们才会论断说他们这战略互信呢比过去高很多。那么也就是川普对日本的这种合作呢，把从对安倍的这种关系呢延伸到了高市身上。我觉得这一点呢，恐怕是这次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是哦，的确，大家看到这个高市早苗这个长袖善舞，在所有这个会议跑来跑去，这个你这话讲还真有道理，长袖善舞，真的，他就是他的这个椅子坐在那边滑轮哦，还很方便他滑来滑去。我记得还有媒体对照在之前哦，这个看过去的这个日本的这些首相，哎，真的还是有差异。这也许是女生有她特别的一些特质来做。还有一点，我觉得。他年轻时候叛逆性格肯定有差别。也许这个骑重机的，然后在重金属乐团里面打鼓的人，应该是比较外向活泼一点点。对，那个部分大家就很清楚，就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那这个我想也会带来日本整个全然不同的感受，跟美日未来紧密的样态是非常重要啊。那当然，接着第二个行程到我们谈到的，如果这个就接下来到韩国的部分，大家知道到韩国釜山的部分，主要像老师刚刚提到开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会议哦，所以到底这一趟后来转到韩国行的一个样态，老师又怎么看待这些过程呢？对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就是原来大家对于李在明是有很多不要说质疑，至少有保留。他过去言行让我们觉得他比较亲中共，然后比较这个讨厌美国。当然了，你当了总统之后呢，跟你在当议员呢，跟当反对党呢是不太一样的。你必须真的重新衡量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南韩这个国家来说，你在国际政治上你到底要跟谁站在一起，然后这也就是说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的问题，你得想清楚。我不能说李在明完全转过来了，但至少转到现在为止转得算漂亮。我们不是说他讨厌美国吗？川普来韩国，他送他什么？送点金的王冠，就是他们那个勋章里面，就是台湾也会，中华民国也有，就是给授予最高的这些肯定。他给做一个金的王冠。那个美国不是世界上去办什么那 No King Parade 嘛，就无王游行嘛，就是川普不是国王，我们不要国王，对不对？哎，但是大家都已经看穿了，你川普就喜欢那个调调，就喜欢那味道。所以我投你所好，我送你王冠。哎，你看，你果然高兴了。那除了这之外呢？哎，我们就敲定美韩的贸易协定。美韩贸易协定呢，韩国方面同意我对美国投资了3500亿这个美元，投资在半导体啦、汽车啦、电池啊等等这些关键产业上面。这些坦白说，我觉得还有点空间。什么意思呢？你川普任期呢就剩下3年多。我答应你，这也不一定说是3500的，全部在这个时候全部投出来。我是答应这数字了，将来嘛就看情况再说嘛。但是我会投资，当然不一定会全部到位。但是我这样讲，你很高兴了，那至少咱们双方改善，所以这个就比较厉害。好了，当你这样你做了这个表态之后呢，美国就投桃报李，然后就川普说啊，好，那我下调你韩国部分产品的关税啊，那这个没问题，这是跟双方来谈。所以这样说明一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观察南韩呢，我们对它的整个这个外交或者国际战略的这个立场呢，我们是这样判断的，基本上是安美经中。什么叫安美经中呢？就是安全靠美国，然后经济靠中国。这些年呢，我们跟南韩方面的不管是学者也好，或者说这些一些官员也好，中高阶官员也好，我们有一些接触。
他们有常问我们说啊，我们怎么样扩大对中国大陆投资，怎么样促进到经贸关系？我们经常提醒他，我们说你没有看见中国大陆真正情况吗？你只是看中国大陆宣传吗？你有看见里面的情况，然后你去看老百姓的反馈，你晓得经济没有他们宣传那么好，而且事实上应该是相当差。在这么差情况下，你要去投入的话是很危险的。更何况现在全球的这种经贸关系对中国大陆是不利的，或者切割，或者说这个脱钩，或者封锁，或者干什么？那你现在你还没有打台湾，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将来真的动台湾和将来到底会怎么走，那很难判断的。换句话说，现在谁跟大陆呢经贸关系拉得越近的话，将来的代价可能越惨痛。所以我们很早就提醒韩国，韩国大概这几年才慢慢想通。所以安美经中呢，我们不会觉得说它已经完全改掉，但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变。就是安全依赖美国，毫无疑问，但经济是不是还完全依赖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有很大的这个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值得将来我们再继续观察。因为如果韩国的经贸从大陆转向出来的话，将来怎么转怎么走，对台湾来说冲击很大的。因为我们之间那个工商发展程度差不多，然后我们出口的结构呢也比较类似，所以竞争比较激烈。它怎么动的确影响到我们，所以这点我们得密切关注一下。那我觉得更应该不只是我了，我想很多人都很诧异，就是他们在会面的时候，李在明看到川普，看的样算是顺口问了一句，这样子，那个你们美国不是经常在亚太巡航吗？你海军巡航吗？这样我们韩国可以负担一部分费用，那但是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做个交换？那我想打造核潜艇核动力潜艇。那你那个燃料棒或者原的相关原料什么的，可不可以提供一部分给我呢？看那样像随口问一问。川普呢当场不知道说什么东西。第二天他回到家之后呢，就在那个社交平台讲说，我同意，我允许韩国打造核动力潜舰，而且开放相关的技术合作。我不知道开到什么程度，不过这非常惊人。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讲那个AUKUS？我们讲AUKUS，当时我们说非常惊讶。第一呢，这个合约，这个澳英美的合约突然跑出来了，我们事前都不知情，这个非常令人惊讶。第二就是，居然美国跟英国要开放核潜艇技术给澳洲，帮他打造核潜艇舰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消息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听到已经觉得哦不可思议，美国跟英国居然把核潜艇技术要开放给这个澳洲，这个难以想象。现在说要开给南韩。开到什么程度？再说一次，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你同意这件事情，已经是很令人震惊的这个消息。所以不要说我们震惊，南韩本身非常震惊，然后华盛顿 DC 也非常震惊。当然可想而知了。除了这之外，北韩也很震惊，因为北韩想说：哇，你走到这一步了，这还得了？然后中共和俄国都会有强烈反应。中共一定会讲两件事情。你不是说核不扩散吗？你现在怎么核扩散了？第二，你不是说要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吗？我们也讲朝鲜半岛无核化，怎么你现在就又突破了这个你自己食言而肥，然后又去干这件事情？俄国会讲说这个无核化，然后讲核不扩散，但是他们也不能讲太多，因为北韩的核武呢，你说谁给的？大家会批评他。还有一点重点，跟这个会议没有直接相关。赫格塞斯呢？这个最近跟南韩那个国防部长开会见面谈了，他提了一件事情，大家有人注意到了，但是还没有特别大的报道。说什么呢？赫格塞斯说，我们驻韩的美军将来呢要灵活运用、灵活调度。这件事情前2年我们谈过一下，但是没有后续，现在算是后续了。灵活调度、灵活运用意思就是我驻韩的美军呢，不只是帮助韩国，或许帮助日本，甚至可能帮助台湾或别的地方。韩国对这点非常在意的，因为韩国认为你虽然不是调动我韩国军队，你调动的是驻韩美军，但是已经是间接的把我韩国呢卷进你美国将来可能跟别的国家的战争当中，尤其是中国大陆，这点他们非常在意。不过我猜是一个交换条件。你要核潜艇技术嘛，我给你，但是呢，你要允许我的驻韩美军自由调动，
否则我不能白给你，你得给我什么东西啊？我是这样看的。是哦，其实老师刚刚已经说了，既然你就是在安全上要看美国，我觉得你也没有太多的可以谈的条件，因为不然呢，你要撤走嘛。所以这当然我觉得是每一个国家所遇到，他们要去找到怎么样的一个平衡点哦。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当我们谈到在亚洲型的部分，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参加东协的高峰会哦，因为过去我们大概看到。在谈到这个台湾台海的安全，基本上我们在谈到了第一岛链，坦白说，在大家刻板印象都是从菲律宾、从这个台湾，然后韩国、日本，当然延伸到印太的概念来讲，还有许多国家。但是大家会谈到说，那这一次单纯是经济的关系，或者这个真的也会联动到许多。包含这个美国在东南亚相关的一些，我觉得在战略部署或外交上的一些角色，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基本上在这几个国家涉入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美国现在起手是来得及吗？到底谈了哪些事情呢？所以老师这次他参加到马来西亚去参加东协的这些高峰会，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事情呢？我印象当中，美国总统亲自参加东协会的机会不太多，过去通常都是国务卿或是驻卿参加。不是说东协不重要，而是说在过去美国的外交当中呢，这一块呢通常不是最主要的一块，所以一般来说，大家到国务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这个川普自己参加，而且大家知道，川普是一个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他去到哪里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什么等等，他都很在意。那如果不在意的话，他是坦白说他不会去的，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然后他去的时候一定要说点什么话，干点什么事儿。换句话说，他一定是有一个什么考量在背后，他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呢，川普利用到亚洲这次帮他安排行程，安排这么紧密。你说5天行程，其实你扣掉飞行的话，大概真的是要3天半多一点点，大概这样。你看3天半里面跑这么几个地方，然后开这么密集的会议，然后还要跟习近平这样面对面来，你看他完全不困啊，完全不累，我还真佩服他。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东协部分呢比较关键，就是他强化了美国在东协当中的角色。美国不在东协里面大家很清楚，我们东协简单说是1961年左右成立的。那个时候最早不是共产主义在扩张吗？然后中国大陆沦陷了吗？所以当时各国呢想说，要建立一个围堵的防线。东南亚国家，大陆称为东盟，我们称为东协，最早是新印泰马菲5国组成的。新印泰马菲，印尼啦，泰国、马来西亚跟菲律宾，新印泰马菲。所以是冷战的背景，然后是阻止区域内的共产主义的扩张，因为当时共产主义在印尼在菲律宾呢都想扩张，那越南不用说了，越南已经有半个了，所以东南亚各国呢对这个很在意。当时呢就在外力的帮助下成立了这个东南亚国协。东南亚国协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冷战结束，那么也就是苏联瓦解，然后共产势力大幅消退，中国大陆当时进行改革开放。然后越南这个后来统一了，然后也开始慢慢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虽然还是共产党当政，那资本主义方向。所以东南亚国协各国觉得说，我们政治经济的形势慢慢稳定了呢，所以反共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也就是区域安全可能比反共更重要。那所以最后呢，越南参加了，辽国参加了，到就这个月，到上个月就是2025年，就10月份，今年的10月份，东帝汶参加。东帝汶参加之后呢，那这个东南亚国协就把东南亚的国家全部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叫全覆盖吧，这比较算是一个大突破了。那么这次川普来到这里，当然不是说因为你们全覆盖了我就来了，我来参加的会呢，其实很关键就是。我认为这区域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来背书一下。你一个美国总统自己跑来这边，哪怕就是讲了一段话，这都已经很重要了，更不要说他那么讲说美国回来了，美国没有离开过，大家不要搞错，美国没有离开过。说美国回来，意思就是说美国的精神或美国注意力又回来了，他讲的是这个意思，这样讲比较准确。
更何况这次不是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泰国跟柬埔寨边界的冲突吗？后来说川普调停之下呢，然后这个战火就平息了。然后川普就在脸书上这个吹嘘说：“你看，我又平息一场战争，我又阻止场战争呢。”他可能真的有功劳，这个没话讲。但是一天到晚吹呢，也有点奇怪。不过总而言之，这次泰国跟柬埔寨呢签了这个吉隆坡和平协议，那美国的贡献呢，你是不可磨灭的。所以这个川普现在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呢，一方面就是我在那边重新活跃，其实他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你中共不是要搞这块地方吗？你中共不是这个要搞这个周边外交吗？要注重南方吗？然后你要注重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关系，你要拉拢东协吗？那我也进来啊，我也进来。我4月2号不是已经推了这个关税战？现在我正好在可收可发之间，说我现在进来跟你呢竞争影响力。对，所以现在就东协也变成了一个很明确的美中竞争影响力的一个关键区域。台湾呢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国家这10几个国家呢，现在往后几年呢，我觉得大概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平衡他们跟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关系。这点还有待观察。那我再回到了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会面哦，因为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台湾都没有参与其中，但台湾似乎好像也都参与在其中，扮演一些很重要关键的角色哦。那大家都会拿起当初有媒体问这个川普会不会谈台湾的问题，川普说台湾就是台湾，大家很怕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碰面之后，台湾会不会被卖掉？但从结果上来讲。当然自然是没有，但大家还是很好奇哦，在这一次到底整个川普日本就是亚洲行哦，到底针对台湾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涵？我们必须要去特别的注意或关注的，怎么样利用这一次川普的亚洲行，到底台湾应该要来反思，或者接着有可能要做哪些事情？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比较关键，就是台湾要怎么反思，然后接着要做什么事情，我这个比较关键。对了，你从表面看，川普这次来亚太没有来台湾呢，然后大家最担心说他跟习近平谈的时候会不会出卖台湾？当时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吗？川普要出卖台湾了。我说川普干什么出卖台湾呢？他出卖台湾换什么东西回来呢？就换了一个贸易协定吗？他明明记得中共没有上一次的贸易协定，中共没有遵守啊。这次换了台湾之后，中共就遵守，还是更加不遵守了呢？你得这样想问题啊，不是说美国会出卖，美国出卖，这样2句话就把这个东西打发掉了。这个就是中国在洗你的脑了，这要想清楚了。所以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对，在川普的上一任的后半期，跟拜登的整个任期，整个事情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啊？在围堵中共嘛。然后在削弱中共，这样脱钩中共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他的战略定向已经非常明确了。那到时候可是台湾不在里面，我说你们要搞清楚，所有这些战略动作，美国所有这些战略动作，不管是建立新的同盟也好，或强化旧同盟也好，或者干什么事情，它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共来，但是呢，保卫台湾。大家说你这话讲得太牵强，一点都不牵强。所有这些同盟，它最后呢都是要保卫台湾，因为台湾被多个同盟呢包在里面。虽然台湾不在表面上，台湾不在任何一个同盟里面，但任何同盟它最后的标的呢都包含台湾。这样看呢才比较准确。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这个川普这来亚洲呢，他基本上打造了一条，当然他应该不是打造，应该说强化了一条从韩国到日本，然后经过这个泰国、马来西亚，最后到澳洲、纽西兰这个弧线，就你刚刚说的第一岛链。这第一岛链不但是一个地理上的岛链，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供应链的导线。这么一个岛弧呢，或这么一个整条这个弧线呢，它是在关键时刻的，甚至是战略物资的供应链。有些国家有技术。有些国家呢有原料、有矿产、有什么？那有些国家呢，这个地理位置重要。好，那大家说，可是没有讲台湾呢？你把地图一画就晓得了，台湾就在供应链正中央，就在第一岛链正中央。换句话说，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谁跟台湾比较接近，它可以南北呼应。美国跟台湾比较接近，北边它可以支援日本、韩国，
南边可以到菲律宾，可以到经过刚刚讲说马来西亚、印尼啊，然后最后到这个澳洲、纽西兰，所以台湾是这个关键位置。更不要说台湾是太平洋，然后这个台湾海峡、南海、巴士海峡的一个符咒的一个点。大家从地理位置上就可以看到，所以很多人现在想说啊，台湾不安全什么的。台湾安全，台湾会难受而已，只是这样的。台湾不是不安全。所以美国，你说我们都看到这点，你觉得美国看不到？美国轻易就把台湾送掉了，然后美国现在就不敢惹中共，中共现在第3条航母出来了，所以美国11条航母都不值钱了。我再说一遍，中共第3条航母要出来的时候，美国11条航母就作废了吗？很多人不就这意思吗？啊，这就美国吓尿了，美国中共赢麻了，有多少台湾人跟着讲这种糊涂话？美国航空母舰打仗打了半个世纪的，中共没有打过一次航空母舰战争。我不是说这样他就打不动，但我说你光从战史经验来看，你也不能轻易判断说哦，中共现在有第3条航母，美国就不是对手了，这不是天大笑话吗？所以台湾呢，在这个供应链上面，更何况我们现在跟美国不是要签那个我们要帮他打造那个半导体供应链的这么一个聚落嘛？大家说要掏空台湾，不是的，一直跟大家讲。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面跟美国结成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战略同盟。那你说台湾这个角色，它能不在这条供应链上面吗？能不在这条弧线上面吗？你随便打开地图想想呢，就知道。但是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些地方要做。你刚不是问到了吗？第一，你要敢开口要。我们讲了很多次，你要敢开口要。你看。李在明随便跟川普问问说，哎，可不可以要一下核潜艇的燃料棒啊、原料等等啊？这个川普居然说，我把技术都跟你分享，台湾就应该开口，然后我也要核潜艇，我也要什么东西，我的重要性高过南韩呐，对不对？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不开口要？不开口要是很难有的，开口要不一定有，但不开口是一定没有的。所以第一开口要，第二就是我们看是不是其他也要其他东西。譬如重工业基础啦，或者说什么其他重要的科技啦，或者说这个半导体产业一些什么突破的这个关键性的这个技术突破啦，我们是不是来进一步合作？这些呢，对一方面对台湾来说重要，二方面就是对美国而言也重要。因为台湾如果越强大，台湾越能够自保的话，对美国来说呢也越安全。所以台湾不只是在这个供应链上重要，台湾在地理位置上，在这个民主政上都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过去一个分析是对的，也就是美国这次借的安全跟这个原材料跟能源等等呢，把美日台韩呢基本打造成一个战争时期的准同盟关系的话呢，台湾应该好好用。那么也就是我们不只是说啊，我们被动的被人家玩啊什么等等，我们也认清楚自己的角色跟分量。我们的分量是可以叫牌的，我们的分量不是被动被人家玩的。当然我说美中都拿台湾当棋子，这棋子可以有主动性的。当你看懂局势之后呢，你主动要，这主动性拿得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面可以跟这些国家合作，二方面在安全这个问题上面可以跟大家合作。一旦经济安全两者同时挂钩的时候呢，台湾的这地位跟台湾的安全性呢会大幅增加。简单说，我们必须呢，你叫台湾也好，叫中华民国也好，必须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要好好跟各方面呢深化关系，然后扩大我们的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呢才是你刚刚问我的最重要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答案。志荣明老师很清楚的针对川普这一次5天整个亚洲行的部分，事实上做了非常多重要，我觉得可以让他关注的一些点这些事情都值得我们去好好来做一下深思啊。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台湾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老师刚刚说我们可以拍板，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台湾真的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当然前提是内部的混乱的这个问题这势必还是得要去面对，因为一旦是内部不团结，也坐实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共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让不战而屈台湾，然后让台湾内部撕裂纷乱。
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看见的部分，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节目的使命来，希望今天透过明老师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于台湾未来要走的路可以有一些更清晰的一些建议的思考。那今天再次谢谢老师，感谢大家收看。同样再恳请大家，我们即将迈入50万的订户，欢迎您可以如果还没有订阅，帮我们订阅。如果您这个愿意帮忙的话，当我们的志工帮忙推荐给您身边的好朋友，鼓励他们来订阅。那另外明觉正老师所主持的这个韬略天下，这个用英文的一些方式，我们来做中国内部议题的解码，让更多的这些英语系国家的朋友可以更清楚了解中国议题的核心的内容。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因为这个部分如果我透过我们的努力有办法让更多我们西方的这些盟友们可以了解中国跟两岸实质的一些状况，我认为这未来可能我们都很难想象，这个从蝴蝶效应来讲，未来也许会产生对台湾想象不到的一些帮助，所以也恳请大家支持我们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们在频道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节目。再次谢谢老师，感谢大家。所以还没结完，老师，所以我很好奇，刚刚提到问题，因为老师应该也有提过，就美日从我们这次亚洲行可以那么世仇的国家，现在变那么紧密，难道日本人忘了血海深仇吗？难道美国人没有忘记偷袭珍珠港？至少我觉得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他们彼此都可以去拍这样子，但那些电影也各自在两边的国家播放。你说人民有没有因为这样又被激起那个很愤慨？我一直觉得那个转折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拍了偷袭珍珠港电影给美国人看，日本人也去看哦。日本人拍了这个美国打他们的电影，日本人也去看，然后美国人也去看。所以我们不是要忘记历史，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对不对？我们一直这样讲的。那重点就是，对，我们要当然汲取历史教训。汲取历史教训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懂今天我们面对什么敌人嘛，而不是你老是记得昨天敌人，就今天敌人不记得了。今天敌人你看不懂、看不见了，我觉得这才是荒唐的。那更荒唐什么呢？今天的敌人叫你去看昨天的这事情。但他不跟你讲说他是你的敌人，我觉得你是被骗了，你是被骗了，这个才是关键点。所以大家如果看不懂，是你今天之所以拼命在看昨天敌人，是因为今天敌人在骗你，或者明天敌人在骗你，骗你看回头去，骗你回头去看过去。那这点你要看不懂的话，你就真的被人家洗脑，到最后人家兵临城下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因为如果照这历史，大家要这么追，但我不确定用谁的诠释来谈历史。每次中国在谈到我们当初成吉思汗踏遍欧洲，我觉得欧洲要不要现在来骂一下中国，说血海深仇？中国人以后来欧洲，我见一个打一个。你可以想象，如果现在欧洲人有人发起说，因为过去成吉思汗霸凌我们的妻小、父母，惨无人道，统治我们，让我们被奴役，我相信在当时是如此。欧洲人可以发起因为这样子来抵制中国吗？我觉得，对，所以我说历史学到正确教训比较重要。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从美日的关系是真的值得我们来思考。我觉得不管是中国或者台湾，到现在内部还有人不断在做一些仇视的、仇恨的，把那个历史的纵轴拉到无限远。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些事情。这也代表有些人事实上是真的有仇恨，还是他可能背后带有某些老师所说的这些意义在，故意的在造成整个世界的台湾的这些混乱。我觉得值得我们来观察。再次谢谢老师，感谢大家。有这个每次要谈这个美日都可以都这么紧密。那个真的也是血海深仇我觉得你如果说南京大屠杀就已经那个原子弹那2颗那个是无差别如果你要这样讲，一场也是21万。对啊，那是那个，所以这个只能说中共的确擅长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有人自愿被骗不干。